我与他走近不好吗？等将来咱俩和离了，你指不定会娶她呢。我这是提前与她做姐妹，省得以后咱俩和离了，她来找我麻烦就不好了。你……萧衍之抓住他臂弯的大手渐渐无力，不敢相信他一直惦记着要和离。宋锦因为心里藏事，没有看见他瞬间黯然的眸光，见他松了手，便躺回草席，打了一个哈欠。早些休息啊，明早我有活儿要你帮忙。按照剧情，沈玉做的噩梦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小说大结局，沈玉与萧衍之可是夫妻生活和美，二人一起活到90好几，赵钱也成了一代明君。虽积劳成疾，后宫3000那啥过度，不太长命，但也享年60好几。可是他害怕自己因为穿书成了变数，剧情也会出现变数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接下来赶路真验了沈燕噩梦，遇到上万计刘匪，这就糟了。萧衍之不知道宋锦与沈玉谈话内容，见宋锦躺回草席，还用背对着他，一阵心凉。他到底为何和离？嫌他双腿残废？怨他2年对他没感情？你到底为何坚持要和离？莫非是生我气，还是怨我对你没有直言？你在等我表明心意？天边刚露鱼肚白，萧长春拿着敲梆子，敲响叫醒萧家村逃荒队所有人。因着宋锦数次成功带领萧家村脱离险境，村长三叔公此次选择站在他的身后，不再发言。此次召集大家伙，是想告诉大家伙，接下来赶路可能会比之前还要危险。咱们虽然挺过了地龙翻身，躲过鼠群大军，扛过了10亿，战胜了狼群，但这些都是天灾。接下来咱们可能会遇到人祸，比如刘匪趁机作乱，百姓揭竿而起，灾民易子而食。咱们停1天不赶路，我与娘家人大郎、二郎、赵公子、阿二等人做弩箭，尽可能让所有男人1人1把弩箭放身。壮劳力负责找食做水罐，食物能找便找，找不到不强求，可以到了下一个地方再找，但水罐一定要多。好不容易遇到一条地下河，可不能浪费了。还有妇人姑娘们全部换上男人衣裳，没有男人衣裳换的尽量将自己整丑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咱们的小崽子们要看好了，记住，真遇事儿了，死都不要放开小崽子的手。不管沈玉的噩梦会不会应验，提前防范准不会错，否则等真的遇到了上万计刘匪，他们这200多号人估计死得会很惨。这次做一发弩弓，宋锦亲自教了宋爹还有赵钱、阿二制作方法。他还试着扛来一根木头，花了半天时间做了一把3发连弩样板模型。赵公子，我说到做到了，这只是初具模型，还有很多改进空间。虽然宋锦给他仅是一具模型，却是给了他成事的信心。现在的大号气数已尽，早晚群雄逐鹿，能者居之。他赵钱将是那个能者。激动归激动，赵钱很冷静，也很聪明。欠你一个大人情，之后一定还你。不过除了我这条命不能给你，其他的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，包括什么？赵钱看着他眨巴眼眸，愣是半天才挤出一句，包括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。等的就是赵公子这句，将来我能不能吃香喝辣就看赵公子了。未来皇帝大腿成功抱上，宋锦想象自己横着走的模样，笑得一口白牙明晃明晃。你……赵钱胳膊被他豪迈拍了一掌，整个人懵了，正看着宋锦欢笑离去的背影，久久失神。阿二看着失神的赵钱，看看宋锦，又扭头看看平板车上的萧衍之，暗暗叹息。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，可是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劝。先不说宋锦是个有夫之妇，而且丑的能闪瞎人眼睛，他们也一旦成事，
一旦坐上那个位置，绿肥红瘦，什么女人没有？宋锦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，还是不要劝了。他们爷应该是逃荒在外，没有女人，火气太大，才会生这不该有的心思。萧家村逃荒队100里之外，大号国最惊险的一线天狼牙山，称之最惊险，一是因为此地两壁悬崖，仅有一条往南的官道穿梭而过，二是因为一线天内兴起了一个流匪山寨，名叫狼牙寨。狼牙寨内汇聚了上万计流匪，阿三阿四潜伏在高处，低头看着狼牙寨内被轮着弄死的上百具女人尸体，被活生生扔下锅的孩子，还有被乱刀分尸的男人们。二人恨得双眸猩红，恨不得冲下去将流匪屠杀干净。宋锦听完阿三阿四禀报，心下发沉，先就地扎营休息一晚，跟着大部队。沈玉的梦真的应验了，狼牙山真有上万计流匪，而且还堵在通往南方的唯一道路，所有人都过不去了。要想过去，就只能与上万计的流匪拼了。等到篝火熊熊燃起，众人扎营妥当，宋锦叫上萧衍之、赵钱、阿二他们，单独商议面临的危机。我估计灾民不敢继续南下，若是无人牵头冲过狼牙山，他们极可能会选择原路返回最近的中州府，然后求中州知府打开城门赈灾。若是中州知府还执迷不悟，甚至激起民愤，那离灾民揭竿不远了。就是说，咱们如今前有狼后有虎，往前走前面有1万流匪，往后退有近3万的灾民随时揭竿。往前咱们可能会死，往后与灾民一起，咱们会从良米变成苞米。你是不是说过一句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？如果你是那个诸葛亮，你一般会准备怎么做？要不咱们干掉流匪？我有办法干掉流匪，就是方法有点毒，还有点冒险。他的空间里毒物不少，要干掉流匪也不一定要动武，可以用脑子。你打算用那些毒液？我认识很多致命毒物，比如见血就封喉的毒液，吃下肚就毙命的毒菇，令人失去知觉的曼陀罗。当然，这次我由你们决定，看是直接干掉上万流匪，还是让流匪失去知觉一段时间。那是一群该死的畜生，直接全部弄死，一了百了，还留他们的狗命做什么？萧兄，你说呢？我很同意赵兄的说法，流匪留着是个祸害，还不如尽早除之，以绝后患。阿锦，余下的事你不要再参与，让赵兄与阿二他们去做。萧夫人老师等着，真有好东西我给你带出来。这是个爱敛财的女人，她哪能不知她打什么心思？那就辛苦赵公子了。不过她也没想执意要跟去，只是手痒，想过把捞银子的瘾罢了。将装着毒菇的竹罐全递给赵钱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赵公子一定要全须全尾的回来。赵钱接过竹罐，本就打算转身离开，听了宋锦的一句，忽地怔住了。他活了20载，从未有过女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。二爷，我来拿。阿二见赵钱争冲的表情，就感觉大事不妙了。他们爷从小就孤苦伶仃一个人，除了他们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爷的死活。宋锦一句无心的客套话，搞不好会让他们爷胡思乱想的。爷，我听说京城有种能祛斑的胭脂膏，等落户后也可以买来送萧夫人。赵钱听着阿二阴阳怪气的话，顿时俊眸一眯，脚步停了下来。他是谁？是精明睿智的未来95之尊。阿二真正意思他哪能听不出来？我真想要的女人，绝不会用偷用抢这等肮脏手段。等这事结束，自己领罚100鞭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是。他们爷这话的意思是，他没有肖想没有和离的宋锦。至于宋锦和离后，他们爷会不会肖想，阿二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会儿阿二真的快愁死了，他甚至暗暗祈求老天爷保佑，
最好宋锦一辈子都不要与萧衍之和离了。一个曾经嫁过人的瑕疵女人，如何能当一国之后？其实这可不止阿二想多了，山洞内的萧衍之也想多了。他敏锐地感觉到赵钱看着宋锦时，黑眸发亮，隐藏着欣赏。阿锦，赵兄的身份他与你谈过吗？若是宋锦最后不顾一切要与他和离，他想知道赵钱值不值得他托付。没有啊，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？他居然没对你说。他为什么要与我说？萧衍之想到赵钱没有对宋锦表明心意，唇角没忍住上扬。没有，我只是随便问一下，早些睡吧。宋锦总觉得萧衍之怪怪的，在山洞等待赵钱他们回来的日子里，莫名其妙总找机会与他说话，而且他发现萧衍之有怂恿四小家伙故意缠他的嫌疑。娘，你累不？水水给你捶捶背。娘，火火给你捶腿吧。娘，你能教木木武功不？娘，您可不。宋锦看着四小家伙一个个渴望的眼神，只能逐个满足四小家伙的愿望。后来他又发现娘家人刘氏、张氏、柳氏看他眼神也不对劲。等到要外出找食的时候，他被3个女人逮住了。我听四小家伙说，你之前要抛弃衍之女婿，还要卖了四小家伙换粮食。小姑啊，你这样做人可不行，怎么能做这么恶毒的事呢？你若不喜欢捡回来养的孩子，可以和小姑妹夫生一个呀。哎，不对，生一窝都行，但不能卖孩子。小姑，以后好好珍惜。小姑妹夫的双腿若是治好，将来一定给你争个诰命。宋锦一听这些话，就知道事情不妙了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，原身抛夫弃子的事会被娘家知道。等真被骂，他才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后来刘氏、张氏2个女人每天都在线教他做人，宋锦很怀疑是萧衍之怂恿孩子干的事，可是他没有证据，只能默默挨骂，而且被逼承认错误，一直等到3天后，赵钱他们回来才被解救。赵公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我等你们等的花都谢了。赵公子，那些流匪还在狼牙山吗？赵钱、阿二他们衣服上都染了鲜血，身上还有刀伤，显得有些狼狈。赵钱对着宋锦和萧衍之打了一个眼色，宋锦心领神会，推着萧衍之跟着赵钱去了山洞外头，发现除了沈玉一个人在张望，萧家村其他人都没往这边看。赵钱这才递给宋锦一个钱袋。山寨确实有不少大刀、银枪、弓箭、棉衣被子等物资，但独孤分量不太够，刘匪倒下全没死，而且刘匪头领与500多刘匪侥幸没事独孤，我们只能一把火把整个山寨点了，但还是让刘匪头领带着500多刘匪成功逃了。宋锦打开钱袋看了一眼，发现里面装着银子大概上千两，有些可惜。路过一线天狼牙山寨的时候，派兵灭掉刘匪，为何不直接开仓赈灾啊？咱们不想逃荒，之前要粮食啊！夫人的丈夫大声呵斥一句：“住口！赶紧走，别给所有人招祸！议论朝廷，性命长了不成？”赵钱、萧衍之耳尖听着妇人的抱怨，是暗暗的都松了一口气。若有了这些灾民口口相传，上万刘匪被干掉的事，就不会有人怀疑到萧家村逃荒队的头上，更不会有人怀疑是宋锦找到的独孤。宋锦的名声算是保住了，只是他们遗漏掉一个人，那就是瑟瑟缩缩跟在队伍中间搀着自己祖母的沈玉。沈玉告诉宋锦噩梦的是，现在看到狼牙山寨被烧焦的刘匪尸体，更加坚信这事与宋锦、赵钱、萧衍之3人脱不了干系。他一听见妇人的话，顿时茅塞顿开，觉得自己抓住了宋锦的致命把柄。要是这个把柄利用好了，
宋锦不仅会成为别人口中的蛇蝎毒妇，也会成为别人口中的娼妇。毕竟干掉上万流匪，不管宋锦有没有参与，可是与流匪扯上关系，这清白也会毁得一干二净。宋锦在前面走着，敏锐感觉到后面一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下意识回头，这一回头就逮住了沈玉阴沉的眸光。宋锦眼眸一缩，故意放慢了脚步。等到沈玉靠近，笑道：玉妹妹，出来聊一聊呗。没等沈玉反应过来，手臂一伸就将沈玉拽离了冯氏，逼着沈玉与他同行前进。金姐姐，你要和我聊什么？玉妹妹啊，你不如猜一猜我要和你聊什么。至于沈玉心里想些什么，他大概能猜到，正因为猜到才有些失望。这明明是福运加持的锦鲤女主。金姐姐，我实在是猜不到啊。不，你很聪明，一定猜得到。不过锦姐姐我善意提醒你一句，不作不死，且行且珍惜。言罢松开了沈玉肩膀，又眉眼弯弯回到了萧家村队伍最前头。沈玉在宋锦松开手的那一刻，早就吓得脸无人色，甚至感觉全身脱力。尤其当他看见宋锦前一刻对他还一脸狠厉，下一刻就对他一脸笑眯眯，更是被吓得脊背发凉，差点跌倒在地。这是在警告他，别搞事，敢搞事我就敢搞死你。沈玉惊悚发现，宋锦不仅洞穿他的心思，连他想做什么都猜到了。这是一件超级恐怖的事情，这样的女人莫名让他害怕。宋锦前世虽是单身狗，也不是没见过白莲花、黑莲花、绿茶。沈玉最好别黑化，不然他一点也不介意在线教沈玉做人。当申时5、6千灾民进入新的地界永安府，停下赶路，扎营安置找食的时候，赵钱将宋锦叫到一边，避开所有人视线，将银票和银两一个子儿都不少全递给宋锦。给你，这次不少了。赵公子果然仗义，我最喜欢钱了，以后这种事多来几次啊。宋锦接过银票和银两，数了数，发现居然有近4千两，激动坏了。他又一巴掌拍在赵钱胳膊上，赵钱毫无防备被他拍了一掌，眉心颤了一下。你一个女人别这么俗气，即便再喜欢钱也该矜持些，真是丢人。还好没人瞧见你见钱眼开的模样。赵公子不喜欢钱吗？不喜欢，把你身上的钱全给我，我是多多益善，绝不嫌多的，而且脸面又不能换银子。我就算把身上的银两全给你，你敢收吗？为何不敢收？赵公子还想不想要10发连弩了？难道赵公子想一毛不拔，直接想骗走我这门绝世手艺不成？你不会真的这么打算的吧？不会是仗着我们关系铁，想空手套白狼？我告诉你啊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这个未来皇帝莫不是个铁公鸡？他还指望10发连弩让他接下来躺赢呢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放心，之后连弩的事少不了好处给你。言罢匆匆离开了。居然恼羞成怒，看来是被我猜中了，想空手套白狼，想得挺美。赵大哥，我能与你们一起找食吗？沈玉被宋锦警告吓坏了，不敢再将目标放在萧衍之身上。他思来想去，还是退而求其次，决定选择赵钱。即便将来赵钱会后宫3000，以他的锦鲤体质，也一定深得恩宠的。将来等他当上皇后、贵妃，再来收拾宋锦不迟。宋锦即便能耐上天，还能与皇后、贵妃斗不成？你不是应该和萧夫人一起吗？我原想跟着锦姐姐的，不过锦姐姐似乎不太喜欢我。
而且我也不能再和锦姐姐走得太近，以免别人误会了不好。想跟着就跟着吧。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妾，字里行间藏不住的肮脏心思。与其让这女人去恶心宋锦，还不如她带上。他倒要看看这女人玩什么把戏。谢谢赵大哥。沈姑娘，你运气好，这次咱们该往哪儿找食啊？阿尔虽不喜欢沈玉小家子气，但还是勉强接受让沈玉帮他们爷泄火，免得他们爷早晚沦陷了。只要爷初尝人世，应该就不会再肖想宋锦了。他们爷至今还是童子鸡，阿尔觉得这样不好，早晚憋出病。西边那座山，我直觉那边兴许能找到吃的。沈玉昨晚确实做梦了，梦见山上长有一棵野栗子树，树上结满栗子，栗子不远处的石缝间还汩汩流出山泉。这一次他要用自己的锦鲤体质证明优势，让赵钱知道他的好，也要让萧衍之知道，放着他那么一个绿豆不要，去捡宋锦这个芝麻是多么愚蠢的事。爷，咱们去西面试试。走吧，沈姑娘前面带路。若是沈玉只是结对，他倒是不介意利用沈玉的气运。赵大哥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，咱们一定会找到吃喝的。宋锦这边也与娘家宋爹、大哥、二哥、二嫂一起找食。他们原本是计划往南面大山的，可是宋锦抬眼扫了一圈环绕的大山，东南北3个方向，大山上的植被一片枯黄且稀疏，反而是相对偏远些的西面大山植被偏茂密。爹、大哥、二哥、二嫂，咱们去西面大山，其他3面大山萧家村壮劳力已经去了。那些灾民一个个脑子都不灵光，脚趾头响也知道全挤一个地方，就算能找到吃的也是狼多肉少。小姑说的没错，咱们去西面大山，其他3面给壮劳力去捡剩下的也好。咱们带上绳索，直接峭壁爬上去，再从山顶一路往下找食，应该能赶在天黑时回来。来到西面大山的山脚下，一家5口直接登山。大哥二哥常年跟着宋爹山上摸爬滚打，2人冲在最前面，一路往上攀登。一家5口配合完美，近100米高的大山愣是让他们登了上去，并且节省了一半的时间。沈玉这边也在爬西面大山，但由于他不会拳脚，只能带着赵钱绕道到山后面再爬山。于是当他按着梦境，心情美滋滋找到那棵栗子树和石缝山泉时，美滋滋直接变成惨兮兮。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此时的宋锦与宋爹正兴奋地在接山泉，而且一麻袋的水囊水罐基本都装满了。大哥二哥则像2只猴子爬上栗子树，手脚麻利，拿着竹竿子敲打栗子，敲打的栗子不停地正往树下掉。哎呦，这栗子多的估计能捡到3麻袋，还是小姑有福气哈。小妹确实是个有福气的，好几次出宫都能找到想要的东西。他不明白宋锦为何会在这里，这里可是他梦境的地方，她是锦鲤福玉女啊。萧夫人，你怎么会在我们前面啊？喂，赵公子，玉妹妹，你们不是在我们前面出发吗？而他这话无疑又往沈玉心口补上一刀。赵钱看着沈玉难看的脸色，又看看宋锦有点呆萌的表情，是闷笑的不行。这话不是我先问萧夫人吗？你怎会走到我们前面去了？而且这么巧也找到这里，莫不是这女人也是个大福运的？前次也是出宫就找到1麻袋独孤。哎，你们是从后面绕上来的吧？嘿，我们一家子是直接前面攀峭壁上来的，肯定比你们要节省1半时辰啊。哎呀，原来你们带了一个娇滴滴不会舞的，难怪在我们后面。金姐姐，你是凑巧发现这里吗？是啊，我最近运气不知怎么回事，越是想找吃食，越是找不到。
越不想找，却是偏偏遇上了。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与玉妹妹接触久了，沾了玉妹妹身上福气。沈玉听了宋锦沾气运的话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他确实感觉自己自打加入萧家村逃荒队，与宋锦接触后，宋锦就事事顺利。就拿前次找到地下河的事去说，是他说地下河有鱼，宋锦才抓到鱼。今日这栗子树和山泉分明属于他一个人的，为何宋锦会凭空冒出来，打乱了一切？难不成宋锦是他的命中克星，能吸他福运？天哪，他都不敢想象自己若是被宋锦吸光了福运的模样。下次若再做梦，他一定守口如瓶，谁也不说。他倒要看看宋锦会不会这么能耐，每次都抢他的气运。而且当天夜里他又做梦了，这次是噩梦。他没有再像前次那般恐惧，明知接下来萧家村逃荒队有危险，他选择守口如瓶，不愿告诉宋锦。而且第二日卯时要赶路前，他还找上了正准备动身的赵钱。赵大哥，我想脱离萧家村逃荒队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得知梦境之后，沈玉就想好了，他以后要当皇后贵妃，至于萧家村人死活，与他再没有半两银的关系。即使萧衍之他实在舍不得，他也要放弃，彻底离开队伍。宋锦不是很能耐吗？那就凭自己本事去护住萧衍之，护住萧家村所有人去。你脑子是不是？很想问一句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还是脑子有包？否则怎敢说出离队的话来？而且还约他，真以为他是谁，会再跟着他走不成？沈姑娘难道不知，一个姑娘带着祖父祖母上路很危险，日后传出沈姑娘独自逃荒，你这名声也毁彻底了吧？赵大哥，你不愿意与我一起走吗？我不会害赵大哥的，我会叫赵大哥同行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请你相信我。若是赵钱不与他一起，打死他也不敢脱离萧家村逃荒队。沈姑娘，你最好别犯傻，萧家村逃荒队哪里不好了？一起组队有伴不好吗？而且离南方也很近了，有何原因你完全可以直接跟爷明说啊。阿二暗搓搓为自己之前犯蠢捏了一把冷汗，亏他还想将沈玉塞给爷做通房，好在逃荒在外一直没机会没地方。赵某与萧家村组队挺满意的，不想脱离。沈姑娘你要走便罢，回头赵某会替你转告萧夫人。他深知这女人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还是有气运的，但是心思太多，他不屑与之相处。赵大哥，沈玉身子如遭了雷击，不敢相信赵钱会拒绝跟他走。萧家村的，起来集合，清点人数，赶路了。R2、R3、R4，走。赵钱丢下一句，步履带风朝萧长春方向走去，决绝的背影仿佛从未认识过沈玉。赵大哥，为什么？他很想为了脸面脱离萧家村逃荒队，可是他又不敢，最后他只能泪水往肚里吞，带着沈老爷与冯氏灰溜溜跟上萧家村逃荒队。走在最前方的赵钱回头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沈玉。萧夫人，接下来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事，咱们当心些。萧衍之与宋锦都双双皱眉，静等着他往下说。沈玉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他刚劝我与他脱离萧家村逃荒队。不会吧？我怀疑接下来赶路，咱们可能会遇危险。他劝你脱离队伍时，是不是说他不会害你，是为了你好？这是要主动放弃男主，改投男配怀抱。作者若是知道，会不会想掐死自己亲闺女？他确实这么说。那咱们接下来赶路真要当心了。不过不管如何，不是天灾便是人祸，往这两方面防着准没错。宋锦太了解锦鲤女了，沈玉这恐怕是又做了噩梦，嫉妒她上次得了好处，这次梦见危险才选择闭口不言，防着她呢。事已发生距今1个多月，800里加急，朝廷可能收到中州府城外
死了几十万灾民的消息。我猜头顶那天正急着怎么调兵，中州府附近几个府城接下来可能也不会太平。赵钱转眸，颇是吃惊看向萧衍之，没有想到萧衍之揣度圣意很有一套，心里暗忖萧衍之很适合当官，将来若当了官，官运一定不会太差。要是雄鹰真造反了，接下来几个收到风声的附近府城应该会派兵大扫荡，搞不好倒是咱们这些灾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，这下咱们真的麻烦大了。萧家村逃荒队紧随5、6千灾民，连着赶路10天，距离永安府城只剩100里。整整10天，不管是赵钱、萧衍之还是宋锦，3人皆面色凝重。一切只因他们得知了中州府的消息。若是接下来永安府知府是个狗官，他们这8000多灾民估计会被当成暴民屠杀殆尽。还有100里，你们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宋锦实在没法说出口，只带着萧家村逃荒队先躲进深山，做一段时间山顶洞人，等风头过去再继续南下。可是叫上那8000多灾民一起躲深山，不仅目标大不说，灾民们也不可能躲几个月。为今之计，所有灾民只有摸黑悄悄经过永安府，赶往下一个府城再谋活路。2个男人也忍了多天，没敢说放弃8000多灾民，毕竟那是活生生的8000多条人命。明夜摸黑赶路，叫上那个摇摆户，灾民若是愿意跟上便跟上，不愿意跟上，我们也尽力了。我们不是畜生，不能只顾自己。行吧，带上8000灾民，萧家村逃荒队就会面临危险，他得去做些准备，防一手。离开2个男人之后，他去找了村长三叔公说这件事，将二老吓得差点晕厥过去后，他又叫上二二他们帮忙清点竹剑。金姐姐，你们不去找石吗？清点竹剑这是准备做什么？你猜？金姐姐，我怎么可能猜得到你们想要做什么？沈玉整个人瞬间不好了，他最怕的就是宋锦每次和他打哑谜，每次一猜就准没有好事。玉妹妹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猜得到。赶路10天，沈玉选择做隐形人10天。不仅宋锦，赵钱也在等沈玉主动实情相告。不过沈玉说与不说，对于宋锦影响不大。说了当提前预警，不说也没关系。真遇到事时，他再靠拳头靠脑子，活人总不会被尿憋死。沈玉见宋锦丢下一句，转身就走，莫名又遍体生寒。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宋锦那自信的眸光仿佛在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你说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天，难不成宋锦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才过来清点竹剑？万一这次又让他带着萧家村逃荒队顺利渡过难关，接下来还有他什么事？赵钱会不会也被宋锦抢走？她是重生锦鲤女，不是来给宋锦做陪衬的。不行，这一次绝不能再让宋锦抢先摘了桃子。赵大哥，我有事想对你说，很重要。拯救所有人的功劳他要先抢了。赵钱颇是意外看了沈玉一眼，然后对萧衍之点了下头，才跟着沈玉去了一边。不过沈玉没打算远离萧衍之，他甚至想让萧衍之听到，所以二人其实没有走多远。赵大哥，我其实从小就与别人有些不一样，我能梦到好与不好的事情，而且全都应验。他觉得若想当皇后贵妃，至少要让赵钱明白她的价值。她的价值就是锦鲤体质，就是宋锦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。赵钱若得知她的能力，一定不会再被宋锦牵着鼻子走。萧衍之听了，也一定为自己错误选择悔清肠子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赵大哥与衍之大哥还有萧家村逃荒队1半以上的人都中了箭，大家伙身后紧追兵马，后面我被吓醒了，结果如何不清楚。哎呀，赵大哥，你快劝劝大家伙别再赶路了，咱们找地方先躲起来，等过一段时间再继续南下。
不得不说，沈玉这次是难得聪明了一回，只是他这时的脑子里少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8000多灾民，他没想要去相救。我与萧兄、萧夫人早已想到了你所说的危险，也想好了对策。沈姑娘接下来听萧夫人带队指示，紧跟队伍走便是。真遇危险，我会让阿二多看着你点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我们会继续赶路，并且会带着8000灾民，不会独善其身，只为自保。你们明知道前方有危险还要硬闯，是锦姐姐出的主意？谁出主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相信自己脑子，还有4个字：人定胜天。前一次沈玉不就梦见上万流匪，可是单做梦什么也不做，只知道恐惧、哭泣、躲避有何用？沈玉看着赵钱帮忙送锦的背影，脚下一晃，差点窒息。他不蠢，听明白了赵钱的意思。赵钱意思是，就算她是福玉女，也是可有可无辅助的存在，而且一个帝王向来不能只依靠占卜预言，他只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脑子与实力。哎，你和他说了什么呀？把他弄得这么伤心？我可没有说什么难听话，不过说了人定胜天。宋锦惊骇地瞪大眼，张了张嘴，忍住没说出口。没想到赵钱嘴巴还挺毒，你说什么不好，偏说沈玉锦鲤体质没大用，这不是往人心窝插刀吗？难怪沈玉这么伤心了。过了永安府，再过2个府城就到南方了。若是朝廷安置落户后，你真的要与萧兄和离？啊！宋锦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话题为何转变这么快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这么喜欢打听人隐私？虽然早就知道这个未来皇帝会调查他，不过得知自己被调查，还是有点不爽。那当我没说。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没有什么可说不可说的。转头看了一眼孩子堆里玩的4小家伙，想了一会儿道：我肯定要与孩子爹和离分户出去的，不过2人合力议事，可能会先瞒着4小家伙，等孩子爹双腿治好，再告诉4小家伙。那4小家伙这么依赖他感觉有点不妙，所以决定先与萧衍之悄悄和离，等他替萧衍之治好双腿，孩子一开心，他就能功成身退了。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和离后会很艰难，将来污言秽语都可能害死你，而且你要是再嫁人，可能低嫁给官夫。我可不会再嫁人，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速度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爱钱？我就是爱钱，因为只有钱才能让我开心。确实，爱钱，能不爱吗？一句话都说了3个钱字。我有点事，余下毒箭你自己弄。言罢匆匆走了，根本不等宋锦反应。可当阿二他们看见赵钱先是傻愣愣的在原地转一圈，然后暴躁一脚踢飞一块石头的时候，是一个个蒙圈了。他们爷这是怎么了？刚不是与宋锦甜甜蜜蜜的吗？怎么一眨眼就生气了？阿二过来。阿二不敢不过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爷，怎么了？你们爷不小心喜欢上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却说她只爱钱不爱男人，怎么办？阿二吓得咚一声跪下了。爷啊，这个事儿我不敢替爷做主啊。完犊子了，他们爷果真被宋锦那个丑妇拐跑了，这下怎么办呢？不对，他们爷这是被拒绝了。阿二又惊悚了，不敢相信他们爷被一个丑妇拒绝了。要不爷试试，对他暗示下身份？阿二觉得宋锦若是知道他们爷身份，还不得高高兴兴的赶着倒贴。要知道他们爷身份一旦公开，全天下未嫁姑娘、皇室宗亲、高门贵女都会上赶着生扑他们爷。他把我拉进队伍，还猜到我需要10发连弩，甚至看出你们是死士。你觉得他没有猜到我身份？宋锦这个女人太聪明了，除了脸上有斑，
似乎全身无缺点，唯一有的缺点就是很爱钱。颜之的视线其实一直尾随着赵钱与宋锦，生怕二人哪天看对眼，更怕赵钱脑门突然一热，向宋锦表明心意。当他看见二人一边沾毒箭，一边有说有笑，宋锦甚至还一掌拍在赵钱胳膊时，不由得瞳孔一缩，全身血液宛若瞬间逆行倒流。但他没有资格发怒，2年前他就主动到他身边，是他错将明珠当榆木，他双腿已残，能治好的机会很渺茫，即便能遇到神医，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他是一个前程渺茫的残废，他该给他和离书，放他高飞。这是你要的和离书，献给你。其实和离书他早在2年前二人成亲的第2日就已准备好，一直没给他，是发现他没有亏待过4小家伙。你说真的？而当他满心欢喜打开主旨，低头一看，瞬间一脸蒙圈，和离书上写的都是什么鬼啊？为何字认识他，他不认识字？怎么了？和离书有问题？不是，我……宋锦可不敢说自己不认识和离书上画的蚯蚓。没事儿，我只是有点意外你这么突然。我去找找村长三叔公，交代一下明夜赶路的事。他不认识大号的文字，总要找个认识字的人看看。这和离书似乎有些年月，虽然知道萧衍之应该不会骗他，但是找村长三叔公看过才能放心一些。村长三叔公得知宋锦来请求他们帮忙看和离书，二老是被狠狠吓了一大跳。他们最近看见萧衍之与宋锦处得极好，都以为二人冰释前嫌，重修于好了。村长，你能不能帮忙念念啊？前世他也算是寒窗20年，哪里想到来到大号居然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彻底成了文盲。说说这气不气人，冤不冤？原身应该是识字的，却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似乎没有传承原身认字的记忆。他看了和离书半天，愣是对上面的字没有一点印象。宋锦猜测这种情况8成是原身磕了脑袋，丢了这部分记忆。和离书没有问题，二郎不会骗你，他也在上头按了手印。这和离书一旦拿去官府盖了戳，分了户，你们就真的和离了。你们二人真的商量好了？要离啊！唉，你来找我们2个老不死帮你看和离书，是不敢让你娘家人知道吧？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三叔公。不过还是希望村长三叔公先替我保密，等官府盖了戳分户后，我会告诉娘家人的。他正是觉得娘家人知道这事，不仅会阻拦，还会教他做人。哎呀，随你们吧。当8000灾民申时赶路，丑时守军最易犯困的时候，抵达永安府城外。妇人孩子全部捂住嘴，宁死都不许发出声音，记住了。毕竟这是从酣睡的守军面前悄悄摸过去，万一惊醒里面的守军，即便守军只有2000，可一旦被发现，灾民就会死人。所有灾民都知道要紧闭上嘴，不能发出一丁点声音。唯独一个妇人害怕会捂死自己2个月大的婴儿，没有听从叮嘱，作死拖了后腿，以至于逃荒大部队才过去1半人，那2个月大的婴儿就哇声大哭。宋锦听着婴儿叠起的哭声，差点骂娘。可现在不是后悔骂人的时候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带着萧家村的男人们与守军开干了。不错，开干了。